你好，我是 Eliza，欢迎来跟我一起读《哈利波特》。我们来继续学习德斯里一家。When Mr. and Mrs. Dursley woke up on the dull, gray Tuesday our story starts, there was nothing about the cloudy sky outside to suggest that strange and mysterious things would soon be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Mr. Dursley hummed as he picked out his most boring tie for work, and Mrs. Dursley gossiped away happily as she wrestled a screaming Dudley into his high chair. None of them noticed a large tawny owl flutter past the window. At 8:30, Mr. Dursley picked up his briefcase, pecked Mrs. Dursley on the cheek, and tried to kiss Dudley goodbye, but missed, because Dudley was now having a tantrum and throwing his cereal at the walls. "Little tyke," chortled Mr. Dursley as he left the house. He got into his car and backed out of number 4's drive. When Mr. and Mrs. Dursley woke up, 当德斯里先生和德斯里夫人起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起来呢？ On the dull gray Tuesday, 在一个又阴沉又灰暗的星期二，阴沉灰暗。而说到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修饰语 Our story start， 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二。那当他们起来的时候，什么状况呢？ There was nothing， 没什么事。About the cloudy sky outside， 关于外面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任何的东西 to suggest that， 来表明什么呢？ Strange and mysterious things would soon be happening。 原来奇怪的、神秘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而且是 all over the country， 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里的表达会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Dursley 夫妇早晨起来的时候，天气阴沉灰暗，但是这样一个阴沉灰暗的天气，却没有办法表明神奇古怪的事情要发生。这跟我们平常读到的不一样。我们中国写文章，经常奇怪的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天都是哗哗哗打雷下雨，或者是乌云密布，非常的灰暗阴冷。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天气却不能表明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写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人，而英国的气候特征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它受盛行的西风控制，海洋上带来大量的水汽，常年都是温和湿润的，降水量非常的丰富，阴雨连绵。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阳光明媚的天气才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奇怪的事情发生需要阴暗的天气来衬托，但是 Dursley 夫妇根本分不出来这是日常的阴暗，还是因为奇怪的事情要发生的阴暗，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奇怪的事要发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故事开始于一个灰暗阴沉的星期二。Dursley 夫妇一早醒来，窗外浓云低垂的天空，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这个地方即将发生神秘古怪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的德斯里先生什么样呢？ Mr. Dursley hummed， 德斯里先生还在那儿哼着小调。注意 hum 这个词是哼曲子的意思。平常我们大家做什么事的时候在那儿唱个小曲，那就是 hum。 他 hum 的时候也并没有闲着。 As he picked out his most boring tie for work， 他正在给自己上班挑领带，他挑的领带是 the most boring。 那这个 boring 当然是最无聊最没有特色的领带了。基本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德斯里先生不太时尚。这时候的德斯里夫人在干啥呢？ And Mrs. Dursley gossiped away happily。 这里出现 gossip 这个词， gossip 不就是八卦的意思吗？而在这儿呢，德斯里夫人其实没有在八卦，她 gossiped away happily 其实就是在开心的絮絮叨叨。比如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最特别的一个形象就是来来回回开开心心的在那儿唠叨一些事情，那就是一种温暖的幸福。而德斯里夫人现在就是在唠叨。而 gossip 平常确实是八卦的意思，比如有一部美剧叫 Gossip Girl， 就是绯闻女孩。德斯里夫人在 gossip 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她还在干另外一件事。 As she wrestled a screaming Dudley into his high chair， 这里有一个 wrestle， 有对抗摔跤的意思，但在这里德斯里夫人就是在用力的对付一个 screaming baby。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宝宝在那儿 screaming 大喊大叫 screaming Dudley， 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High chair 宝宝椅。小宝宝吃饭的时候够不着桌子，所以会有宝宝专用的宝宝椅，叫 high chair。 一般来讲这个椅子的腿都非常的长。
这一句就是告诉我们，德斯里先生哼着小曲，挑出一条毫无新意的领带，准备带着上班了。而德斯里太太高高兴兴的，一直在絮絮叨叨，还把那个叽里呱啦乱叫的达利宝宝给塞到了儿童椅里边。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任何的东西是异常的。None of them noticed a large tawny owl flutter past the window.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有东西飞过窗户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 large 大的 tawny 是什么？是黄褐色的。一个大的黄褐色的猫头鹰从他们窗前飞过去了。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是星期二的早晨，早晨应该是白天。猫头鹰应该什么时候出来行动呢？猫头鹰是一个夜行性的动物，昼伏夜出，也就是说，它一般是晚上出来捕食行动，白天就躲起来了，不容易见到的。可今天确实很奇怪，早晨这猫头鹰就飞来飞去了。好在德斯里一家忙着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切。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们谁也没留意，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扑闪着翅膀从窗前飞过。At 8:30, 在大概8点半的时候 ，Mr. Dursley picked up his briefcase. 德斯里先生拿起了他的公文包。Briefcase 就是公文包 ，pick up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拿起来。Pick up 这个词还可以把它用在去接人。比如说，我问你可不可以去机场接我一下呀？ Could you please pick up me at the airport? 当然也可以问 Could you please pick me up at the airport? 你可以去机场接我吗？要出门去上班了，礼仪不能少啊，得亲太太，亲宝宝。Pecked Mrs. Dursley on the cheek. 注意 peck 这个词，我们知道有一种鸟叫啄木鸟 woodpecker， 就是专门在那儿啄木头，所以 peck 就是啄的意思。这个用词非常形象。德斯里先生轻轻地吻了一下德斯里夫人，就在脸蛋上 on the cheek and tried to kiss Dudley goodbye， 然后也要跟达利宝宝吻别。要亲到达利宝宝可不容易。德斯里先生 tried 表现出很努力想要亲自己的宝宝，那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 But missed 没亲着 missed 为什么呢？ Because Dudley was now having a tantrum， 因为我们的达利宝宝正在发脾气。 Having a tantrum 就是发脾气，使性子。 Tantrum 这个词大家注意了，我们把 having a tantrum 这个小短语记下来。And throwing his cereal at the walls，达利宝宝发脾气动静可大了，把他的燕麦片扔得满墙都是。Cereal， 大家知道这个是燕麦片，我们很多人早餐的时候也会吃 cereal， 而达利宝宝把自己的 cereal 都扔到墙上去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8点半德斯里先生拿起公文包，在德斯里太太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正要亲达利宝宝跟这个小家伙道别，可是没亲着，小家伙正在发脾气，把麦片往墙上甩。面对这样一个发脾气的爆炸的宝宝，德斯里先生还是非常宠爱的。他说 Little tyke, chortled Mr. Dursley， 你看德斯里先生咯咯笑，这个小坏蛋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是宠溺的，自己爱的宝宝就是发脾气依然觉得好可爱哟。 Chortle 就是咯咯笑。 As he left the house， 紧接着就离开了房间。 He got into his car， 离开房间之后，他就坐到车里 and backed out of number 4's drive， 把车就倒出来了，倒出了他们这个行车道。 Drive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车道了，而 number 4就是他们家。我们之前也学过 number 4， Privet Drive 女贞路4号。Back 平常是指后面，在这 back 就是倒车，是什么倒退的意思。臭小子，德斯里先生嘟囔了一句，咯咯笑着走出了家门，坐进汽车，倒出他们家的车道，要开车去上班了。好了，有关德斯里一家这一讲，我们就学到这里。